两脚并立，手自然的放在两腿侧。如果年纪大的人，你可以分开一点脚，以半个脚掌的位置把双脚移开。如果在导引的过程中，身体摇晃，你觉得不稳，重心不稳，可以扶墙或者有靠背的。每个人身体不符，我有身体不适的状况，应该尽快停下来。年轻的朋友们可以把双脚并起来。好，我们开始进入先讲上肢。两手自然放在大腿两侧，全身放松，中指所指的腿上的那个位置，就是胆经的风市穴。在受风寒的时候，风市穴第一个就会痛。受风寒的同时，后脑勺上两个穴位也会风池，风府在，加上背上第四个叫风的风门穴。这四个是受风寒第一时间会酸痛的穴位，也是尽快可以调理的。脚并立，全身放松，两手放在身体两侧，眼睛平视前方，慢慢的把看外面的眼神收回来，把眼神收回来，收到自己视网膜底下，感觉一下眼神收回来，眼睛可以微微眯的闭一点，把眼神收回来。好，我们接着开始从头到脚的导引，大家跟着我的引导来入镜。头部、头顶放松，头顶的百会穴放松，正中央的百会放松，后脑勺放松，头部两侧放松，两只耳朵放松，
前额放松，眉毛、眼眶放松，眼睛肌肉放松，眼睛四周的眼肌放松，鼻子放松，嘴巴放松，口腔里的舌头、牙齿都放松，颧骨放松，两颊放松，下巴放松，脸部全部放松，脸部肌肉轻轻松松，面带微笑，颈椎开始放松，7节颈椎一节一节放松，头部下来第1节颈椎放松，第2节颈椎放松，第3节颈椎放松，第4节颈椎放松，第5节颈椎放松，第6节颈椎放松，第7节颈椎放松，咽喉放松，喉咙的气管放松，食管放松，脖子两侧放松，肩膀放松，肩膀再放松，上背放松，上背再放松。中老年这个2部分特别要放松，上臂放松，上臂所有肌肉放松，手关节放松，前臂放松，前臂的每块肌肉放松，腕关节放松，10个手指放松，指尖放松，12胸椎放松，第1胸椎放松，第
第二，胸椎放松。第三，胸椎放松。第四，胸椎放松。第五，胸椎放松。第六，胸椎放松。第七，胸椎放松。第八，胸椎放松。第九，胸椎放松。第10，胸椎放松。第11，胸椎放松。第12，胸椎放松。接下来5节腰椎放松。第1，腰椎放松。第2，腰椎放松。第3，腰椎放松。第4，腰椎放松。第5，腰椎放松。椎间盘突出好多在第4、第5腰椎，有问题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腰椎间盘突出的位置，把这2个椎管上下放松，拉开椎管，想象着把凸出来的椎间盘往里伸，往里推，回到正常的位置。胸腔放松，胸腔的2个肺脏放松，气管、支气管和肺泡都放松。胸腔靠左侧一点的心脏放松。心脏有4个心室，每个心室都放松。每个心室之间的瓣膜也放松。每个心肌细胞也放松。想着胸部正中央心窝窝处的膻中穴放松，膻中穴再放松。胸腔、腹腔之间的横膈膜肌肉、横膈肌放松，横膈肌再放松。腹腔正中央的胃和12指肠放松。腹腔右侧的肝和胆放松。腹腔左侧的脾胰放松。腹腔的大肠、小肠、直肠全放松。腹腔里的生殖系统、泌尿系统放松。腹腔里靠近腰部的2个肾脏放松。
臀部放松，尾骨放松，胯部放松，髋骨放松，大腿放松，大腿的肌肉放松，膝盖放松，膝盖再放松，小腿放松，小腿肌肉放松，踝关节放松，脚掌放松，10个脚趾头放松，脚底涌泉穴放松，涌泉穴在脚底前面靠脚尖1/3正中央的地方放松。想着脚底涌泉穴放松，感觉一下身体是不是开始有一点点摇晃，全身肌肉、颈椎、关节全放松。颈椎放松，肩膀和背部放松，轻轻松松。想象着后脑勺往后上方有一根力量，有一股力量，好像一根绳子，把后脑往后上方拉。再想一下，有一根绳子把后脑勺往后上方拉，同时想象着下巴往前胸靠，不是低头去做，往前胸靠，想着它往前胸靠。这个时候你的下巴会自然的微微的内收，向着前胸内收。这个时候7节颈椎就拉开了，一个是后脑勺有一根绳子一样的，把后脑往后上方拉，再想着下巴往胸前靠，7节颈椎一节一节拉开，你会感觉好像脖子变长了，这就是拉开的一种症状。我们自自然然的放松，想象着自己像一个打气筒，身体像个打气筒，头顶百会穴跟天地相接，打开，宇宙中的自然的天地之气从百会进来，
一点一点的清新之气进来，把身上的浊气、病气、疲惫之气一点一点的往下推，慢慢的从前胸、腹部、大腿、小腿到脚底涌泉推出去，让它排到地球的地心，注意不要排到我们四周污染环境殃及别人，想着它往地心底下排出去。我们再来观想一遍，我们的人体像一个打气筒，头顶的百会穴跟天地相接，天地自然宇宙的能量从头顶百会进来，慢慢的往下，一点一点的往下推。每个人可以观想自己最不舒服的地方被那个干净的气推过以后，黑色的污浊的病气推出去，被置换成干净的气，慢慢的从头顶一点一点的往下推，推到你自己病患痛处可以多慢慢的停留，让它去把病气推走。一点一点的推到脚底涌泉，由刚刚打开的涌泉穴推出去到地心，全身被置换成清新之气，松静自然，自由自在。这时候有时有人就会开始觉得有点身体摇摆，顺其自然，不迎不拒，不要刻意去摇摆，也不要刻意阻止它摇摆，顺其自然。如果摇摆起来，你不会觉得膝盖不舒服，因为它自然的平衡重心。但是没有摇摆起来的朋友，如果觉得这个站姿膝盖觉得有点受力，可以微微弯曲膝盖，摇摆比较大时，你可以扶住墙体。老年的朋友如果有重心不稳时，可以扶住墙体。年轻的朋友顺势让它多摇一会儿，不知不觉中你身体的开关就打开了，经络淤堵的地方开始松开，五脏六腑慢慢的在震荡，在转动中，它会回位到最佳状态。安静下来，才能找到身体的觉知能力。好，
我让大家摇摆一会儿，这就是南怀瑾老师所说入境后分摆梅花的上妆，也有人称为分摆荷花，都是一种说法，就是不去，你不去迎合它，也不去拒绝它，顺其自然，让大家安静站立，摇摆一会儿。我来凑近镜头看一下大家的状态。我看到好几个朋友都在有轻微的摇摆。重心没有不稳的时候，这是非常好，就让它摇摆。没有摆起来也没关系。这就是一个找身体平衡的过程。还有很多朋友没有打开视频，所以看不到没关系，你自己感觉也可以，关键要能松静自然，你才能摇摆起来。要能入境，才能摆起来。一旦入境摆起来，在不知不觉中，你身体的觉知能力就打开了。好，有个别的朋友注意一下，还是保持眼平视，不要抬头，下巴不要抬太高因为抬高完你的颈椎就紧绷了，那因此你整个脊柱是属于紧的注意一下是平视，两眼平视，所以当你平视的时候，你下巴其实是往内收。刚刚我们做松解颈椎的时候，就是一想着下巴往胸前收，那下巴就自然的有点内扣。很好，Tina 和燕姐做得很好。能打开视频的朋友，我看到几个都是很好，都处于放松状态，能够摆起来。好，我不说话，我把音乐打开，大家安静几分钟，我不说话，听着音乐。
好，我们自由的摆动，先做到这里，慢慢停下来。慢慢回到自己的重心，慢慢把双眼睁开，回到平视状态。两手画圈，从胸前，膝盖微弯，搂着气到头顶，合十，两手合十，把气慢慢往下，由正中线下到胸前。两掌分开，掌心朝下，眼睛朝下看着手掌，慢慢往下按手掌，到肚脐位置。两手大拇指相接，食指、中指两手相接，成为一个圆形一样的，靠在肚脐上面。叫三环套月，把气收到下丹田，安静想一下下丹田。好，再来一次，两个膝盖微弯，从身前两手画圈，把每个人身上边上都有气，把气搂起来，到头顶，双手合十，沿正中线下来，到胸前打开，慢慢把气往下，眼睛朝下看手掌，慢慢的到肚脐位置，大拇指相接，两个手指，食指和中指两个手指相接，成为一个圆形，靠在肚脐眼周围，三环套月。想一下肚脐下丹田的位置。好，最后来一遍。慢慢的两手分开，到身体两侧裤缝边上，回到起势的动作。两膝盖轻轻的弯几下。好，开始可以抬腿走路。好，导引到这里，那有几项
注意事项说明。第一就是年纪大的人最好有靠墙体或者是有椅子背，万一摇动比较厉害，尤其是地毯不是木板的地毯的容易站不稳，即使有瑜伽垫，所以你的东西放边上比较好。第二，今天所教的导引，因为大家是第一次导引，所以主要以这个帮助大家入境和去除病气，以及排这些疲劳之气为主。因此叫大家想象着涌泉穴把病气赶出去，但这样只要1、2次就好了。如果身体健康的人做1、2次就可以了，不需要一直排病气。你只要全身按照我今天的导引放松就可以，放松导引到脚底涌泉放松就可以，不需要去想着病气排，因为健康人没有太多的病气，不需要特别去做这个。那以后如果有机缘，我们再讲真正太极练功的导引是怎么样，就不太一样。那今天因为第一次导引，所以是以教大家怎么入境，然后教大家怎么把病气、浊气怎么排走，这个为主，养气为辅。那下回以后有机会再讲练功的导引，不太一样。那还有就是，如果导引过程自己导引在家导引过程中，最好你上午、早上的时间比较合适，避免晚上。你的攻坚要做是可以的，晚上做了有的时候容易影响你的睡眠，改变习惯，所以避免在晚上做，你早晨做或者是攻坚休息做都可以。另外就像基本运动都是饭后不要马上做，这是常规的。好，那如果有任何不适，及时停下来，就不要再继续，因为每个人身体不同，状况不同。好，那关于今天的导引、分板梅花、路径跟颈椎的松解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